要说明代皇帝中谁最好战，明成祖朱棣一定是个有力竞争人选。且不说他的地位本身就是用武力从侄子手里夺来，但是登基之后，朱棣在位22年，竟有12次万寿圣节是在出巡和征伐中度过的，称得上是位不折不扣的马上天子。我们都知道朱棣的皇位得来不易，他不好好享福就罢了，何苦这么拼呢？朱棣的武功业绩大抵一南一北。在南边，朱棣遣兵攻灭胡朝，将越南收为领土；在北方，便是御驾亲征，武出漠北3里鲁庭。从永乐8年到22年，朱棣5次率军北征，其中4次的目标是鞑靼与乌两哈，1次以瓦剌为目标，也就是日后酿成土木堡之变，险些让明朝亡国的那个瓦剌。不过这个瓦剌在武德充沛的明成祖时期还只是个挨打的弟弟。对于这5次远征，史家称赞者不少，比如名人高岱说，成祖武出漠北3里鲁庭，当时的人无不说这劳民伤财。然而200年过去，胡虏至今不敢大肆侵略，全赖成祖朱棣的余威震慑，后世之人无不受益匪浅。当然也有唱反调的，比如朱棣的老相识朝鲜李朝太宗就不以为然，认为这是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。至于当时负责后勤的户部尚书夏元吉，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远征造成的严重后果，也因此触怒了朱棣。永乐19年，朱棣再一次远征漠北，夏元吉非常为难。此前几次北伐，加上远征越南、郑和下西洋、修筑宫殿等大事件，已经让户部捉襟见肘。如果继续北征，户部的财政必将崩溃。何况当时朱棣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。为了让朱棣放弃北征，夏元吉下跪以节省财力、爱惜龙体为理由进行劝谏，但朱棣态度坚决，油盐不进。夏元吉便召集多位尚书和大理寺丞一同劝谏朱棣，此举彻底激怒了朱棣，下令将夏元吉等人关押起来。夏元吉当然是一心为国的良心清官，朱棣若看不清这点，也不会放心任用夏元吉长达20年了。可即便如此，朱棣还是没有听从夏元吉的劝告。抛开战果究竟如何不论，难道朱棣就没有一点小心思吗？当然是有的。篡位之后，为了赢得执政的合法性，朱棣处处打着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，为了表示自己才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，将建文帝的改革政策无论好坏是非一律取消。但在北伐这件事上，朱棣却做出了一个违反祖宗的决定。朱元璋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，其中就有安南，也就是今天的越南，而朱棣却出兵将其收为领土，这不是恰恰验证了朱元璋无恐后世子孙以中国富强，贪一时战功，无故兴兵，致伤人命的担忧吗？要理解朱棣的做法，依然需要回到朱棣皇位的来历上去。虽然朱棣可以抹去建文这个年号，将建文4年改为洪武35年，并诛杀方孝孺、齐泰和黄子成等人，残酷镇压反对派，但篡位的恶名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，时时缠绕在朱棣心头。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，朱棣一方面先后2次修改明太祖实录，通过篡改历史来强调自己的地位；另一方面利用洪武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国力进行南征北讨，建功立业，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望。这既可转移臣民的视线，又可以凭借超过父亲朱元璋的功业，让那些心存不满的人闭嘴。平心而论，永乐时期的功业却有可圈可点之处，譬如郑和下西洋、修永乐大典，但这些事朱棣都交给了臣下去办，唯独对北征漠北一事，他选择了亲自出马。揣测他的心态，自然是将一扫胡尘、永清沙漠看作是当时所能创立的最大功绩。毕竟自秦汉以来，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游牧民族，凡是能使其臣服的君主如汉武帝、唐太宗等就被视为千古一帝。朱棣对此当然是心向往之。父亲朱元璋虽然驱逐胡虏，建立明朝，又派大将蓝玉远征捕鱼洱海、金贝尔湖，重创了残垣势力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蒙古部落仍然控制着广大漠北地区。如果能够通过征伐彻底制服蒙古势力，自己的功业不就能够超过父亲了吗？朱棣第5次北征时，路过清水泉，道路两旁石崖高数10丈，朱棣命人在上面刻字，使万世后之朕亲征过此也。这个行为将朱棣的北伐动机暴露无遗，他是想像汉武帝那样千古留名。实际上，永乐年间的蒙古人
虽然还能偶尔取得对明军的胜利，但相比元朝忽必烈时期的蒙古人，势力已经大为削弱。何况北元内部也不太平，虽然有明朝这么强大的对手，内部的激烈内斗却一直没有停过。按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明朝的北边防御可以大松一口气，但永乐年间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。为抵御蒙古铁骑南下，从明初开始，沿长城一线先后建立了9个边防重镇，即所谓9边。在长城以北又建立了大宁、东胜、开平3个外围据点，这就组成2道防御体系。他们声势相连，互为犄角。但在叔侄争位的靖难之役后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燕王朱棣为加强自己的力量，以夺取皇位，挥军攻破大宁，挟持宁王朱权回北平，将大宁卫拱手让给了乌良哈部，自此大宁卫废弃。这等于在辽东和开平这条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，蒙古军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。永乐元年3月，朱棣正式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，并将东胜卫也迁往内地。东胜卫是朱元璋设在黄河河套地区东北角的重要卫所，在整个明代北部边防中，它也是唯一可以控制河套地区的卫。随着大宁和东胜2个重要据点的废弃，宣府、大同等就由第2线变为第1线，直接面临蒙古骑兵的进攻。若有人看过我们之前讲土木堡的影片，就会记得酿成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原因就是宣府守兵失利，没能坚守防线。以永乐时期的明朝国力，完全有能力在北伐之余挟战胜之危，重新建立大宁及东胜卫，以巩固加强洪武时期建立的北边防御体系。然而朱棣不满足于防御，他要的是征服。朱棣的5次远征漠北绝不算无谋之举。朱棣的算盘其实打得很精，既然蒙古各部陷于内乱，那么扶弱抑强，分而治之就成了明廷寻求的目标。说起来，这与近代英国奉行的欧洲大陆军事政策有几分相似。拿破仑横行欧陆，英国就扶植普鲁士与俄法对抗，最后把拿破仑放逐去了大西洋小岛吹海风。沙俄不可一世，英国又与世仇法国联兵，在克里米亚帮助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军，逼得走投无路的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。到了普鲁士统一德意志，显出独霸欧陆的势头，英国又与沙俄结盟。等到欧洲决心组成欧洲联盟，英国打不过就加入，从内部分化他们。但平衡术的前提是自身力量足够强大，否则就会自顾不暇。那么朱棣平衡术的水平如何呢？朱棣的第1次远征对象是鞑靼大汗本雅失里。5月，朱棣兵抵沃南河，一战而破鞑靼，这也是5出漠北中战绩最为出色的一次。本雅失里兵败后，仅仅逃出去了7级，最终死在瓦剌出身的权臣马哈木手里。马哈木弑君之后，成为握有实权的太师，玩起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伎俩，其实都是中原王朝玩腻的招数。蒙古东部的权臣阿鲁台为对抗马哈木，也有样学样的扶持了一位血统可疑的大汉。一时间，蒙古高原出现了彼此敌视的东西2个汉庭。其实大汉不过台前的代理人，他们甚至无权与明朝交往，所以在汉文史籍中难以找到他俩的记载。真正的幕后旗手是马哈木和阿鲁台。可悲的是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谁赢谁输，其实全看朱棣会支持哪一方。第1次北伐大获全胜之后，阿鲁台向明廷表示认输，反而马哈木自恃强大，变得不服调度。于是朱棣第2次北伐的目标变成了马哈木。此战明军击败瓦剌军3万人，但明军也是惨胜，伤亡巨大，甚至都指挥满都战死疆场。不过瓦剌的承受力显然无法与地大物博的明朝相比，势力因此大衰。休养生息多年的阿鲁台再度占据优势，又变得不安分了。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，朱棣随后又接连3次北征阿鲁台。趁着阿鲁台与明廷关系恶化，瓦剌首领托欢趁机闷声发大财，统一了瓦剌各部。顺带说一句，这个托欢就是日后兵临北京城下的瓦剌也先的父亲。对于明朝来说，在东西蒙古鞑靼与瓦剌之间搞平衡也无法一直进行下去。永乐时期的北征规模极为惊人，蒙古草原像一片广袤的泥潭，吞没了大明不知多少的人力物力。不仅洪武年间积累起来的财富消耗一空，民间也是远征蒙古为畏途，
厌战情绪比越战时期的美国还强烈，甚至让一向把生男孩当做一个家庭头等大事的国人，都出现了生下男孩就弃养的情况，变相计划生育了，属于是。鉴于国库空虚、民生凋敝的事实，永乐之后，明廷对漠北的态度也从进取转为守城，用史书上的话讲，就是不欲劳中国之力，以示远夷。其后果是，恰在瓦剌做大的关键时期，洪熙、宣德年间，处于仁宣盛世中的大明却选择置身事外，而这又成了土木之变的一个原因。